你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踹碎破门，冲进零下30度的气温中疯狂抠泥巴。只因上一世的今天，瞎眼老娘和弟弟被活活冻死在破屋里。如今老天怜悯，让你重来一世，又激活逆天废品系统，即使是挖到破烂，也能换来无烟煤和流油的肥肉。你不仅要救全家，还要顿顿吃香喝辣。此时林向东搓了搓冻僵的双手，看着破家直皱眉。炕头上，瞎眼的老娘裹着露棉絮的旧被子，咳得喘不上气，声音听得像破风箱，一口气卡在嗓子眼，半天倒不上来。林向东说：“娘，你再忍忍，我找点东西把窗户糊上，屋里就不进风了。”林向东走到炉子边，拿起豁口搪瓷缸子倒了半碗温水，端过去给老娘顺气。老娘摸索着抓住林向东的手，手抖得厉害，冰凉冰凉的。老娘说：“向东啊，娘没事，就是苦了你跟向南了，跟着我挨饿受冻。”炕梢那边，12岁的弟弟林向南缩成一团，他身上盖着林向东退伍带回来的旧军大衣，小脸冻得发青，嘴唇直哆嗦，肚子咕噜噜叫的全屋都能听见。林向南探出脑袋，声音特别小，说：“哥，我饿。”林向东听得心里发酸，他放下搪瓷缸子，过去拍了拍林向南的脑袋。林向东说：“等着，哥弄好窗户就去给你弄吃的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去墙角翻破木箱子，箱子里空荡荡的，翻半天就找出几块巴掌大的破布头。林向东拿着布头走到窗户边，窗户纸早被风撕破几个大洞，冷风夹着雪花往屋里灌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伸手去抠墙缝里的干泥巴，想和点稀泥糊窗户。大冬天泥巴冻得邦邦硬，他用手指头硬抠，指甲缝都抠出血丝。抠着抠着，手指头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林向东愣了下，感觉不像石头，手上加了把劲，连着一块黑豆泥一起抠了下来。他用力捏碎外面的干泥，手心里多出一个圆圆的铜钱。林向东拿袖子使劲蹭了蹭，这东西沾满黑泥和绿锈，隐约能看出是个方孔铜钱。他凑到亮处仔细一瞅，上面刻着4个字：康熙通宝。这会儿林向东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紧接着一个机械声音在脑子里响起来：检测到符合条件的旧物废旧物品置换系统正式激活。林向东吓一跳，手里铜钱差点掉地上。他退伍回来时脑袋受过轻伤，这2天总觉得脑子嗡嗡响，还以为是后遗症，没想到憋出个系统。他赶紧稳住心神，眼前立马浮现出一块透明面板，面板只有他自己能看见，散发着淡蓝光。面板上的字很简单：宿主林向东，当前积分0，置换规则：上交特定老物件或山货，可换取系统积分，积分可购买现代基础物资和机械零件。警告：严禁兑换高科技产品及超出时代认知物品。林向东盯着面板，心跳飞快，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康熙通宝，在脑子里默念：这玩意儿能换多少？面板闪了下，弹出一行字，发现清代康熙通宝1枚，品相普通，可兑换500积分，是否置换？林向东想都没想，直接选是。家里都快冻死饿死了，留着这破铜钱干啥？换吃换用才是硬道理。手里的铜钱直接消失不见，像凭空没了。面板上的积分数字一跳，变成500。林向东点开系统商城，商城里的东西吃穿用都有，但他随便翻了翻，发现确实像系统警告的那样，没啥飞机大炮电视冰箱，全是基础物资：大米白面、猪肉豆油、煤炭火柴，还有各种螺丝螺母、齿轮轴承。他眼睛全盯在吃用上，别的顾不上看，扫了眼价格，1斤大米2积分，1斤猪肉5积分，最便宜的是煤炭，普通散煤1积分能买10斤。林向东视线往下扫，看到一样好东西，无烟煤。这玩意儿烧起来煤烟温度还高，最适合现在这破屋子。要是烧普通散煤，屋里漏风烟排不出去，容易把人熏坏。无烟煤价格也不贵，1积分能买2斤。他花了50积分换了100斤无烟煤。接着他又看肉类区，林向南饿得皮包骨头，老娘也虚弱，光吃棒子面不行，必须得吃点油水大的补补。他没选瘦肉，直接选了大白肥膘。这时候的东北，肥肉才是真好东西。肥膘能炼出大半锅猪油留着炒菜，炼完油剩下的油渣撒点盐面，吃着别提多解馋。1斤大白肥膘8积分，林向东一口气花40积分买了5斤，剩下410积分他没敢乱花，先留在账上备用。大冬天以后用积分的地方多着呢。刚兑换完，系统提示音又响了，物资已发放至院外柴火垛后方，请注意查收。林向东关掉面板，走到炕边给老娘掖了掖被角，对林向南说：向南，你在屋里待着别动，哥出去拿点东西，马上回来生火做饭。林向南懂事地点点头，把身子往军大衣里缩了缩，满眼期盼。林向东走到门口推开门，一股夹着雪花的斜风扑在脸上，刮得生疼。他裹紧旧棉袄，顶着风雪往院外走。院里雪积得很深，一脚踩下去没过小腿肚，走一步都费力气。院外堆着1人多高的柴火垛，是秋天进山砍的杂木，现在盖着厚厚一层雪。林向东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，绕到柴火垛后头，地上放着2个大麻袋。他走过去解开一个麻袋口子看了眼，里面装得满满当当，全是黑亮的无烟煤、块头均匀煤杂质。另一个小点的麻袋里是用厚油纸包着的5斤大白肥膘，隔着纸都能感觉到厚实肉感。林向东咽了口唾沫，心里踏实了，有这些东西，老娘和弟弟的命算保住了。他把装肥膘的小麻袋直接塞进怀里，贴身放好，接着弯腰双手抓住装煤的大麻袋2角，双臂一发力，直接把100斤重的麻袋扛上肩膀。退伍兵的底子在，这点分量不算啥。林向东刚把麻袋扛稳，脚下踩湿雪地，准备转身回屋。这时候柴火垛后头的雪堆里传来一声特别微弱的咳嗽声。林向东听到微弱的咳嗽声，头皮发麻。零下30多度的大雪天，谁躲在自家柴火垛后头？他立马放下麻袋，反手抽出后腰柴刀，顶着割脸的风雪绕过柴火垛。雪地里有个鼓包，他用刀背拨开浮雪，露出一件破烂黑棉袄，蹲下扒开那人挡脸的胳膊，看清脸后愣住了，居然是林场看大门的瘸叔。他缩成一团，胡子眉毛全是冰溜子，脸冻得发紫。林向东一探鼻息，静气多出气少，再晚半个钟头人就冻硬了。林向东把柴刀插回腰间，弯腰薅住瘸叔后衣领，另一只手抓住煤袋子一发力，把100斤煤扛上肩。他单手拖着瘸叔，顶着风雪往回走，抬脚踹开破木门，把人拖进屋。屋里跟冰窖似的。林向东把煤袋扔在地上，将瘸叔拖到炕沿靠墙坐好。炕上裹着破被子的林向南吓了一跳，
探出脑袋打着颤问这是谁。林向东说是看大门的瘸叔，快冻死了，让他别下地，在被窝里待着。林向东解开麻袋，黑亮的无烟煤快滚出来，煤块大小均匀，泛着油光，没一点杂质。他加了几块填进冷透的铁炉子，点着一把干松针塞进去。以前林场的劣质煤生火费大劲，系统换来的无烟煤完全不同，火苗一碰，煤块像抹了油，直接引着了。没到1分钟，炉子窜出半尺高的蓝火苗，没黑烟也没煤气味，热浪顺着铁皮烟囱散开，屋里温度直线上升，手脚发麻的寒气全被逼退。10分钟不到，铁炉子烧得通红，破土坯房里热得人鼻尖冒汗。瘸叔手指头动了2下，脸上青紫慢慢褪去，呼吸变粗，人算缓过来了，但肚里没热时绝对扛不住。林向东掏出怀里的油纸包，一层层打开，5斤重的大白肥膘露出来，肉白花花的，肥厚晃眼，没一点瘦肉。林向南在炕上眼珠子看直了，直咽口水，哈喇子往下淌，他结巴着喊是肉，声音直抖。炕头的瞎眼老娘听见动静，虚弱的问哪来的肉，不过年不过节的。林向东说是托人弄的，今天开荤，好好补补。林向东拿过案板，手起刀落，把厚实的肥膘切成麻酱块，刀刃上全是油，铁炉子上的大铁锅烤得直冒青烟。他端起案板，把肥肉全倒进去，一声爆响，白花花的猪油被高温逼出来，在锅底翻滚，浓烈的猪油香炸满全屋，顺着门缝往外钻，外头风雪都压不住。林向南急得钻出被窝，光脚站在炉子边，死盯着翻滚的油花。墙根的瘸叔硬是被香味馋醒了，他睁开眼，浑身打摆子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铁锅冒绿光，嗓子里咽口水的声音比破风箱还响。林向东拿大铁勺一搅和，肥肉炸成了金黄酥脆的油渣，锅里汪着大半锅清亮猪油，咕嘟冒泡。他舀出一大半装进破陶罐留着，锅里留了底油，把油渣全捞出来。他抓了2块刚出锅的油渣，吹散热气，塞进林向南嘴里。林向南哈着气拼命嚼，满嘴淌油，香得直掉眼泪。林向东端碗走到炕头，给老娘喂了块软乎肥肉。老娘嚼了2口，直掉眼泪说拖累他了。林向东宽慰说好日子在后头，转身去弄锅里的底油。早上剩的半锅高粱米饭冻成了硬坨子，他倒进锅里就着底油翻炒，高粱米裹上猪油，散出勾人的粮食香。他拿2个大海碗盛满油汪汪的米饭，抓了2大把金黄油渣厚厚铺在上面，一碗给林向南，另一碗端给瘸叔。瘸叔抖着手接过碗，不用筷子，直接用手抓起油渣拌饭往嘴里塞，油渣嚼得咔嚓响，满嘴流油。他烫得翻白眼也不停，不到2分钟就把一海碗饭吃个底朝天，碗底油芯子舔得干干净净。吃完饭，瘸叔靠着墙根，看着炉子里没烟的红煤块和林向东，一脸惊讶说这煤火气真旺，连点烟都没有，好东西。还有这大肥肉，镇上供销社都见不着这么厚的膘。林向东面不改色扯谎说是战友给弄的，费了不少劲。瘸叔是明白人，知道啥该问啥不该问，他用油袖子抹嘴打了个饱嗝，说这顿肉把老头子从鬼门关拽回来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林场有啥风吹草动，叔给你盯着。正说着，炕上的老娘猛地一阵剧烈咳嗽，喘气声像破风箱，一声比一声急。瘸叔皱眉压低声音说你娘这肺病又重了，光吃肉顶个屁用，得赶紧吃带消炎的特效药。林场卫生室的药断了3个月，镇上也买不着。林向东看着老娘攥紧拳头没吭声，系统商城里有的是特效消炎药，积分也够，但那药外面包着花绿纸盒，里面是透明塑料板，直接拿出来非得被人当成倒买倒卖的抓起来，得想个法子把包装抠干净了再拿出来。炕上的老娘咳得连腰都直不起来，呼哧呼哧的，每一声都像要把肺叶子吐出来。林向南吓得眼泪直打转，跪在炕上一下接一下给老娘顺背，带着哭腔喊娘这脸都憋青了。林向东转头对坐在炉子边的瘸叔说先在这儿烤着火，他出去拿点东西。瘸叔点点头。林向东推门进院，零下30度的冷风顺着脖领子直灌，他绕到院墙外的柴火垛后，确定四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面板弹出，右上角积分还剩300多，他直接翻到药品栏，换了一盒强效阿莫西林胶囊和一盒退烧消炎片，扣了50积分，手里凭空一沉，多出2个4方纸盒。林向东凑近一看，头皮发麻，纸盒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图案，还清清楚楚写着生产日期和条形码，这年头哪有这种包装？要是拿进屋被人看见，肯定得把他当成倒买倒卖的举报了，到时候别说救老娘，自己都得进去蹲几年，得赶紧把这层皮扒了。林向东摘了手套，光手在冷风里干活，没半分钟，10根手指头就冻得又红又僵，弯都弯不过来。他咬牙撕碎彩色纸盒，露出里面银光闪闪的铝箔塑料板，这材质摸着滑溜溜的，一看就不是这年代的东西。他大拇指用力往下按，吧嗒一声，一粒红黄两色的胶囊顶破锡纸，掉在手心里，吧嗒吧嗒。林向东动作飞快，双手冻得直哆嗦，硬把24粒胶囊全抠了出来，接着又去抠退烧片，白色的药片小，他手指头僵，一不小心掉了一片在雪地里，他赶紧趴下扒拉开2层雪，把白药片摸回来在袖子上蹭了蹭，药全弄出来了，装在哪？他在棉袄兜里翻出一张卷旱烟的旧报纸，摊平后把胶囊和药片一股脑倒进去，包成个4方块揣进内兜，剩下的空纸盒和塑料板绝不能留。他把这些现代垃圾全揉成一个硬疙瘩死死攥住，转身进屋，推门进屋。林向东快步走到炕沿边，拿破搪瓷缸子倒了半杯温水，娘快起来把药吃了。他打开报纸包，捏出2粒胶囊和一片白药片递到老娘嘴边，老娘半眯着眼，咳得浑身没劲，看着林向东手里的药虚弱的直摇头。向东啊，这啥药啊，长得跟花里胡哨的小泥人似的，娘不吃得花不少钱吧，留着钱给向南买口粮。不要钱，战友在部队医院托人弄的内部特效药。林向东不废话，直接把药塞进老娘嘴里，端起缸子就灌水，赶紧咽下去，咽下去就好了。老娘拗不过他，咕咚一口谁把药顺进肚子。喂完药，林向东走到炉子边，他背对着瘸叔和林向南，装作天眉，掀开铁炉盖手腕一翻，直接把那团现代包装垃圾扔进通红的煤炭里，火苗子蹭得窜起老高，没几秒，一股刺鼻的塑料烧焦味就在屋里散开。瘸叔吸了吸鼻子，皱眉问向东，你这烧的啥玩意？咋这股味儿呢？
啊，比烧焦鞋还像嗓子。林向东眼皮都不眨，拿火钳子捅了捅炉灰，刚才在外头捡了块破油毡纸，顺手拿来引火了。瘸叔没起疑心，点点头，这玩意可别多烧，熏人。屋里安静下来，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炕上老娘那破风箱一样的喘气声一点点小了下去，原本憋得发青的脸色也缓过劲来，透出一丝血色。他胸口起伏变得平稳，长舒一口气，闭上眼安稳的睡着了。林向南趴在炕沿上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他把小手伸到老娘鼻子底下探了探，转头看着林向东，激动的声音都在抖：“哥，娘不渴了。”气也喘匀了。坐在炉子边的瘸叔更是看傻了眼，他端着破瓷碗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。林场卫生室那点去痛片、甘草片，病人吃上10天半个月都不见效。林向东拿回来的这是啥神仙药？吃下去才多大一会儿，直接把一个半条命踏进棺材的人拉回来了。瘸叔咽了口唾沫，看林向东的眼神彻底变了。这小子退伍回来，平时在林场闷声干活，谁能想到背后藏着这么硬的关系，能弄来好煤、大肥肉，现在连这种救命药都能搞到手，这战友得是多大的官啊！瘸叔站起身，紧紧裹住破棉袄，他走到门边停住脚，回头看着林向东，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向东，叔今天吃了你一顿肉，得给你透个底。”林向东放下火钳子：“叔，啥事？”瘸叔凑近2步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厂里拉木头那台老东方红拖拉机，今天下午彻底趴窝了。”林向东一愣，这拖拉机可是红旗林场的命根子。瘸叔接着说：“发动机里头不知道断了啥零件，修配厂老师傅说没配件神仙也修不了。现在大雪封山，去县里买配件根本不可能。年底赶任务，木头运不出去，全场奖金都得泡汤。”厂长急得在办公室摔茶缸子，当着全场干部的面放了狠话：“谁要是能把这拖拉机弄走到，或者搞来配件，直接给一个林场正式工的转正指标。”林向东听到这话，眼睛亮了。转正指标？他现在只是个临时工，干最累的活，拿最少的钱。要是能转正，工资翻倍，每月还有固定粮油配给，老娘和弟弟就不用跟着挨饿受冻了。别人弄不到拖拉机零件，但他系统商城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有积分，别说零件，弄台新发动机都不成问题。瘸叔重重拍了拍林向东的肩膀：“你那战友路子这么野，你寻思寻思，看能不能搭上这条线搞到配件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。”说完，瘸叔推门走进了黑漆漆的血液里。林向东关上门，脑子里已经开始翻找起系统商城里的机械零件。天刚蒙蒙亮，西北风顺着门缝死命灌。林向东往炉里添了2块无烟煤，火苗窜上来，屋里立马暖和了。锅里热着昨晚的猪油渣拌饭，弟弟林向南端着大黑碗吃得满嘴流油。瞎眼老娘裹着旧军大衣坐在炕头，脸色红润不少，也不咳嗽了。安顿好家里，林向东扣上狗皮帽子，推门钻进风雪里，积雪快没过膝盖。林向东深一脚浅一脚直奔林场大院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厂长赵大炮那破锣嗓子在骂街，声音比风还大。进院一看，一辆红色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死死趴在雪地里，周围黑压压围着一圈伐木工和拖拉机手，个个缩着脖子冻得直跺脚。赵大炮急得直转圈，指着车底下一个满身黑油的人骂：“他娘的，眼看要交木头了，这铁疙瘩偏偏掉链子，刘大脑袋，你到底能不能修好？修不好老子扒了你的皮！”技术员刘大脑袋苦着脸从车底钻出来，举着个黑乎乎的铁疙瘩：“厂长，真不是我不修，你看这主传动齿轮崩了3个齿，彻底报废了。这玩意是拖拉机的心脏，坏成这样，神仙来了也修不好啊！”赵大炮一把夺过铁疙瘩，狠狠砸在地上：“我不管，木头运不出去，全场老少爷们连过年的棒子面都分不到。”赵大炮气得一脚踹在履带上，扯着嗓子冲周围喊：“说谁能把这车弄走到，或者搞来这破配件，老子马上给他办转正指标，立马兑现！”人群里静悄悄的，没人搭腔。这大雪天，谁有本事变出个零件来？林向东拨开人群，挤到拖拉机跟前，地上破麻袋上扔着坏齿轮，旁边还堆着一堆生锈的废铁零件，都是以前换下来的废品。林向东刚蹲下想看清坏齿轮，刘大脑袋翻了个白眼，伸手赶人，说：“去，你一个扛木头的临时工瞎凑啥热闹？看得懂吗？别把机油蹭你破棉袄上！”林向东没搭理他，眼睛死死盯着那堆废铁。他悄悄伸手，一把抓住几根最粗的废铁棍，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，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废旧钢铁45斤，是否回收？林向东借着麻袋遮掩，心里默念回收，手底下的废铁立马没了一大半。大伙的注意力全在赵大炮身上，谁也没发现。系统提示：回收成功，获得450积分。林向东立刻在脑子里打开系统商城，搜索东方红75拖拉机主传动齿轮，光幕一闪，弹出一排排新零件。第一个就是原厂规格的主传动齿轮，标价300积分，买。积分扣除，一个带着机油味、沉甸甸的新齿轮稳稳躺进系统空间。林向东站起身，拍掉手上的铁锈，看着赵大炮开口说：“厂长，这配件我能弄来。”这话一出，院子里立马安静了，几十双眼睛刷的全盯在他身上。刘大脑袋愣了一下，接着大笑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林向东，你冻傻了吧？县里都没货，你上哪弄？靠你2条腿跑去市里，你当你是飞毛腿啊？”林向东看都没看刘大脑袋，盯着赵大炮说：“我有个战友，以前在部队管汽车连后勤，现在就在隔壁红旗公社倒买倒卖，手里好东西不少。我昨晚去借粮食听他提过，手里刚好有批农机配件。”赵大炮眼睛猛地瞪圆，一步跨过来，死死抓住林向东的胳膊，问：“当真？你那战友真有这玩意？”林向东说：“不敢打包票，但我能去跑一趟问问。不过厂长刚才说的转正指标。”赵大炮说：“只要你能把齿轮拿回来让车动弹，明天我就让你去财务科签字画押，正式工待遇一天都不差你的，工资按2级工算。”林向东干脆点头说：“行，厂长，给我半天假，我这就去拿。”赵大炮扯着嗓子喊：“快去快回，我在这等你。”林向东转身挤出人群，踩着积雪大步朝林场外走，走出2里多地，四周全是白桦林。林向东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心念一动，那个崭新的主传动齿轮凭空出现在手里，铁疙瘩沉甸甸的，压得
得手往下直沉，齿轮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黄色防锈油，亮得连个划痕都没有。林向东盯着手里新得发亮的齿轮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这玩意太新了，直接拿回去交给刘大脑袋，非得露馅不可。林向东四下看了看，大雪封山没地方做旧，他走到一棵大白桦树底下，雪窝子里刚好有个黑乎乎的救火堆坑。林向东手脚麻利的捡了一堆干树枝点着，直接把新齿轮架在火堆上烤。黄澄澄的防锈油一遇热，滋啦往下滴，冒出刺鼻的黑烟。等齿轮烤得发黑发暗没了光，他拿树枝把它挑出来滚到雪地上。铁疙瘩凉透后，林向东抓起一把掺着烂树叶和黑泥巴的脏雪，使劲往齿轮缝隙里蹭，最后找了块硬石头，对着底座不碍事的地方咣咣砸了2下，硬生生磕出几个白印子。现在这玩意灰头土脸，带着磨损痕迹，跟用了大半年的旧货没两样。林向东拍拍手上的灰，扛起几十斤重的铁疙瘩，大步往林场的修理大棚走去。修理大棚冷得像冰窖，赵大炮急得在破拖拉机跟前直转圈，嘴里骂骂咧咧。修理工刘大脑袋蹲在火炉边叼着半根烟，怪声怪气的煽风点火，说厂长，你还真信他？那主传动齿轮金贵着呢，没个180块钱根本下不来，他一个临时工上哪弄去？我看他就是吹牛皮跑路了，要我说还得去县里机械厂买新的，我认识人能便宜点。话没说完，破棉门帘被一把掀开，林向东大步走进来，肩膀一甩，咣当一声，几十斤重的齿轮重重砸在冻得梆硬的泥地上。赵大炮眼睛一亮，跨过去问弄来了。刘大脑袋吓得烟掉在鞋上，手忙脚乱拍掉烟灰凑过去看，眼珠子在黑不溜秋的铁疙瘩上转了2圈，他脸色一沉，用脚尖用力踢了踢齿轮边缘，喊说林向东，你从哪个废品站捡来的破烂？这都黑成啥样了，边上还有磕碰的印子，这玩意装上去，要是把变速箱打碎了，把拖拉机毁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林向东拍拍肩膀上的雪，语气平静，说我战友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，看着旧，用起来一点毛病没有，装上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刘大脑袋指着齿轮跳脚，说是个屁，这尺寸差一根头发丝都卡不死，你懂不懂机械？出了事算谁的？我不装，谁爱装谁装。林向东冷笑一声，脱了破棉袄往架子上一扔，大步走到工具箱跟前，抓起一把大号扳手和一把管钳掂了掂分量，说你不装，我来装。刘大脑袋急眼了，上去抢工具，说哎，你个连螺丝都没摸过几回的临时工懂啥？弄坏了公家财产你负得起责吗？赵大炮扯着嗓子吼了一声，指着刘大脑袋的鼻子骂，说你干不了还不让别人干，向东你弄。赵大炮说出了事他担着，厂长发话，刘大脑袋干瞪眼不敢吭声，只能退到一边等看笑话。林向东拿着工具直接钻进车底，他躺在破纸板上，挥动扳手先把碎掉的旧齿轮卸下来。退伍前他在部队修过2年大车，这点活简单的很。就见当啷掉在地上，林向东双手托起几十斤重的新齿轮，对准传动轴用力往上一推，咔嗒一声脆响，系统换出来的东西尺寸刚刚好，齿轮和传动轴贴得死死的。林向东摸出螺丝，套上螺帽，扳手上下翻飞拧个死紧，不到20分钟他就从车底钻了出来。林向东抹了一把脸上的黑油，喊装好了，让厂长摇车。赵大炮抓起摇把子插进车头孔里，憋红了脸哼哧哼哧摇起来，刚摇了7、8圈，排气管猛地喷出一股黑烟，柴油机轰隆隆响了起来，震得大棚都在晃。林向东跳上驾驶室，一脚踩下离合，右手用力挂上前进档，巨大的履带嘎吱嘎吱碾过地上的碎雪，拖拉机稳稳当当往前开出10几米，发动机声音顺滑，一点杂音没有。围观的工人全看傻了，紧接着轰的叫起好来。有人说真神了，这就见比新的还好使。有人说向东这手艺绝了，比刘大脑袋强多了。赵大炮乐得咧开大嘴，拍着大腿大喊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这车修得漂亮。刘大脑袋脸涨得像个紫茄子，看大伙眼神不对劲，赶紧缩着脖子灰溜溜的溜了。赵大炮大步走过去，一把拽住刚跳下车的林向东，用力拍着他肩膀。赵大炮说，向东好样的，没给他掉链子，明天一早就去财务科找老王，把转正手续办了，以后你就是咱林场的正式2技工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，让他来找我。林向东点头，拿起架子上的棉袄穿上，说谢谢厂长，他先回去了。推开自家破木门，屋里煤炉子烧得正旺，瞎眼老娘在炕上睡得正香，弟弟林向南正趴在炕沿上啃着剩下的半块油炸饼，满嘴是油，跑过来压低声音问哥咋样了。林向东拍掉头上的雪，拉过板凳在炉子边坐下烤火，说修好了，明天哥就是正式工了。林向南高兴的在原地直蹦。林向东看了一眼墙角的破背篓，转头对林向南说，男子早点睡，明儿一早哥得进山一趟。天刚亮，林场大喇叭就响了，放着广播。林向东洗了把脸，揣着户口本直奔财务科。屋里生着大铁炉子，财务科的老王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。昨天老王还拉着个长脸，今天一见林向东进门，赶紧放下搪瓷缸子，笑得满脸褶子都急快了。老王说，向东来了，快坐快坐，炉子边暖和。老王边招呼边拉开抽屉掏出个红皮小本。林向东走过去没坐，直接递过户口本，说王哥，他来办转正手续。老王说，赵厂长一大早就交代过了。他翻开红皮本，拿起蘸水笔刷刷填上林向东的名字，用力盖了个红钢印。老王说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林场的正式2技工，每个月工资38块5，2本32斤，副食本和煤票下个月头一起发。林向东接过工作证和2本贴肉揣好，有了这玩意，在这年头就算有了道保命符。他说了声谢了王哥，点点头转身出门。回到家，瞎眼老娘已经醒了，正摸黑在炕上叠被子。弟弟林向南蹲在炉子边烤火，嘴里嚼着昨晚剩下的半块油炸饼。林向东从墙角扯过破柳条背篓，把生铁柴刀插腰带上，又找麻绳绑紧裤腿防雪。他说，男子看好门，炉子别断火。
火。林向南站起来，小脸发白，问哥：“你真要进深山啊？”瘸叔说：“后山最近有狼嚎，危险着呢。”林向东说：“没事，哥心里有数。”他拍拍弟弟的脑袋，把狗皮帽子往下一拉，推门走进了风雪里。系统里那点积分换完煤和肉就剩个底了，光靠每个月38块5的死工资，想让老娘和弟弟吃饱穿暖根本不够。他得进山弄点东西，不管是山货还是猎物，都能换积分或者换钱。大雪封山，林子里冷得邪乎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。林向东深一脚浅一脚往后山走，雪太厚，一脚踩下去直接没过膝盖，拔出来费老鼻子劲了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周围连个鸟叫声都没有，静得让人心里发毛。前面是个避风的山坳子，林向东眼尖，一眼瞅见雪窝子里有个灰影子在动，是只肥大的野兔正在啃树皮。他停下脚，脑子里直接拉开系统面板，花10个积分在商城兑换了一把现代工业造的强力皮筋弹弓，外加10颗钢珠，手里白光一闪，防滑树枝握把的弹弓到手，沉甸甸的。林向东摸出钢珠包在皮兜里，拉满皮筋瞄准野兔脑袋，啪的一声，钢珠带着风声打出去，野兔连个声都没吭，翻倒在雪地里蹬了2下腿就不动了。林向东走过去拎起兔子耳朵掂了掂，少说有7、8斤重，够炖一大锅。他把死兔子往腰上一挂，继续往山坳深处走，越往里走树林子越密，地上的雪被拱得乱七八糟，好几棵松树的树皮被蹭掉一大块，树干上还沾着黑乎乎的硬毛。林向东皱起眉头，这是野猪蹭痒痒留下的痕迹，看这高度，这畜生个头绝对不小。东北老林子里有句老话叫一猪二熊三老虎，冬天饿急眼的毒猪比黑瞎子还难对付。他刚想绕开，背后灌木丛一阵乱响，林向东猛地回头，就见一头黑毛野猪红着眼睛从林子里冲出来，这畜生少说有200多斤，嘴边一长长的獠牙沾着冻住的血丝，像辆小坦克一样直奔他撞过来，距离太近跑根本来不及。林向东当过兵反应快，我往旁边用力一扑，整个人在雪地里滚出去2米多远，野猪收不住脚，一头撞在旁边碗口粗的白桦树上，树干咔嚓一声断成2截，树枝上的积雪哗啦啦砸了野猪一身，野猪晃了晃大脑袋，甩掉头上的雪，转过身前蹄刨着地，死死盯着我准备第2次冲锋。我抽出腰间的生铁柴刀，这破刀砍柴还行，想砍透野猪那层裹着松油和泥巴的厚皮根本没戏。我脑子里飞快打开系统面板，兑换现代高碳钢猎刀，系统提示扣除50积分兑换成功，一把30公分长的战术猎刀凭空出现在手里，刀把缠着防滑伞绳，刀身黑沉沉的，刀刃泛着冷光，背上还有一排倒刺锯齿。野猪嚎了一嗓子，四蹄发力带起一片飞雪，再次猛扑过来。这次我没躲，半蹲在雪地里，双眼死死盯着野猪冲过来的路线。就在野猪獠牙快顶到我大腿的瞬间，我身子猛地一侧，野猪擦着我的衣服冲过去，带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。我双手握紧猎刀，借着转身的力气，看准野猪脖子侧面没有泥甲保护的软肉，狠狠一刀攮了进去。高碳钢刀刃快得很，直接扎透野猪后皮，整根没入脖子。我用力往下一豁，顺势拔出猎刀，滚烫的猪血像喷泉一样飙出3尺多远，把白雪地烫出个大红窟窿，热气直往上冒。野猪惨叫一声，往前冲了几步，前腿一软栽倒在雪坑里，他4条腿疯狂蹬踹，嘴里大口大口往外吐着血沫子。我没靠前，站在2米外冷冷看着，等了足足5分钟，野猪彻底不动弹了，我才走过去踢了踢猪脑袋，死透了。我长出一口气，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，这要是换个普通人，今天非得交代在这不可。我拿着猎刀走到野猪刚冲出来的灌木丛，刚才野猪在那一顿乱拱，把地上的冻土都翻过来了，土坑里露出个黑乎乎烂了个大洞的铁皮盒子，里头塞着一团破油纸。我用刀尖把铁皮盒子挑出来，敲掉上面的冻泥，扒开油纸，里面躺着个画着小人的鼻烟壶，还有3块用布包着的银元，估计是早年间跑山猎人或者淘金客藏在这的，被野猪拱出来了。系统立刻弹出文字提示，发现清末明初玻璃内画鼻烟壶1个，可置换积分1500点，发现民国3年袁大头3枚，可置换积分1200点，是否置换？我心里说了声全换了，手里的东西瞬间消失，系统面板上的积分余额直接跳到了2700多点，这下买米买面买肉的本钱全有了。天色开始暗下来，林子里越来越冷，200多斤的野猪根本扛不回去。我动作麻利，用高碳钢猎刀顺着野猪关节下刀，好刀就是不一样，切骨头跟切豆腐似的。我把4条猪腿全卸下来，又顺着肚子割下2大块带着厚厚肥膘的五花肉。这年头肥肉比瘦肉金贵，能熬油能解馋，把肉全塞进背篓里压得满满当当，少说有7、80斤重。剩下的猪下水和排骨，我找了个深坑扔进去，用厚积雪盖严实，上面搬2块大石头压住，防着被狼和狐狸掏了。做好记号，等明天再来拿。背上沉甸甸的背篓，我顺着原路下山，回到林场家属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家家户户烟囱冒着炊烟，空气里飘着煤烟味。我走到自家院墙外，正准备推开那扇破木门，柴火垛后头的阴影里，一个人一点动静没有的闪了出来，是看大门的瘸叔。瘸叔裹着件破军大衣，手里夹着半根旱烟，他低头瞅了一眼我背篓底下还在往下滴的血水，鼻子抽了抽，闻到了浓浓的肉腥味。瘸叔没问我背的是什么，只是从兜里摸出个黑乎乎的木牌子，塞进我手里。瘸叔压低声音说，厂里人多眼杂，这肉我留不住。瘸叔又说让我明天天黑去镇西头那个废砖窑，拿着牌子找九爷，他能给我换成大钱。说完，瘸叔紧了紧大衣，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黑夜里。我捏着手里那块带有刻痕的木牌子，眯起了眼睛。我推开自家院那扇破木门，轻手轻脚进了屋。屋里暖烘烘的，无烟没烧的正旺。瞎眼老娘和弟弟林向南躺在炕上，呼吸均匀，睡得正香。我没弄出动静，转身去后院扒开地窖盖子，把背篓里的野猪肉全搬进去。大冷天的地窖就是天然大冰柜，肉放里头冻得邦邦硬，根本坏不了。第2天傍晚天刚擦黑，我找了个破麻袋，
把那70-80斤带着厚厚肥膘的野猪肉装进去，扎紧口子，怕被人看见。我还在麻袋上面盖了一层干草，把麻袋甩上肩膀，我踩着没过脚脖子的积雪，顺着小路往镇西头走。东北腊月天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，我把破棉袄领子竖起来，闷头赶路。走了快1个钟头，镇西头那座废弃的老砖窑终于出现在眼前。这地方早停工了，四周全是荒地，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刚靠近砖窑外围的一个大雪堆，阴影里猛地窜出个黑影，那人压着嗓子低喝问我是干啥的。我没说话，直接把瘸叔给的那块黑乎乎的木牌子扔过去。那人手忙脚乱接住，借着血光摸了摸木牌边缘的刻痕，确认无误后，他立刻放下木棍，态度变了不少。那人说是瘸爷介绍来的，让我进去别乱打听别乱看。我点点头，扛着麻袋大步走进去。砖窑里头黑漆漆的，越往里走没有味和汗烟味就越重。顺着弯曲的窑洞转了2个弯，眼前一下子宽敞起来。里头是个挺大的空间，靠墙灯点着几盏玻璃罩子发黑的煤油灯，光线昏黄。正中间摆着张掉漆的破八仙桌，一个干瘦老头坐在桌后头的太师椅上，身上裹着件黑棉袄，手里端着个水烟袋，正咕噜咕噜抽着。这人就是九爷。桌子旁边还站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，穿着件敞开领子的军大衣，胳膊粗得像大腿。九爷眼皮都没抬，吐出一口浓烟，问带啥好东西了。林向东走上前，把肩膀上的麻袋往地上一撂，砰的一声闷响，砸的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，扬起一阵灰尘。壮汉大黑凑上前，拿手电筒往麻袋里头一照，撇了撇嘴。大黑说：“野猪肉啊，这大冷天的，背一堆柴火疙瘩来糊弄九爷。”大黑拿脚踢了踢麻袋，一脸嫌弃，说：“这玩意儿肉粗皮厚，一股子土腥味，根本不好出手。”大黑伸出2根手指头晃了晃，说：“看在瘸子的面子上，顶多给你2毛5一斤，全当交个朋友。”林向东冷笑出声：“2毛5，这帮倒买倒卖的真够黑的。现在的家猪肉都要7-8毛一斤，还要肉票。野猪肉就算再差，也不至于压到这个价。”他没废话，反手从后腰拔出那把砍柴刀，寒光一闪，林向东手腕一翻，刀刃直接顺着野猪肚皮那块肉切下去，刀子极快，一刀划开，直接翻出白花花的肥肉层。林向东声音发沉，说：“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野猪过冬贴的秋膘，足足3指厚的肥肉，放进铁锅里能熬出大半锅猪油，你管这叫不好出手？”大黑觉得被扫了面子，脸一沉，骂骂咧咧往前逼近一步。大黑说：“小子，到了九爷的地盘还敢亮刀子，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”大黑伸出蒲扇大的手，奔着林向东的衣领就抓过来。林向东连躲都没躲，就在大黑的手快碰到他领子的瞬间，林向东左手猛地往上一抬，硬生生架住大黑的胳膊，紧接着他右手一把叼住大黑的手腕，身子一侧，借力往下狠狠一压，同时林向东右脚往前一探，勾住大黑的小腿肚子，用力一绊，扑通一声巨响，大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重重的跪砸在满是碎砖头的地上，疼得直抽凉气。林向东膝盖顺势顶住大黑的后背，手里的柴刀直接压在大黑的后脖梗上，刀刃贴着肉，凉飕飕的。林向东盯着地上的大黑，眼神冷得像外头的冰碴子，说：“好好谈买卖，别动手动脚。”整个过程不到2秒钟，动作贼快。九爷这才放下手里的水烟袋，坐直身子，认真打量起林向东。九爷问：“小兄弟身手不错，部队里练出来的吧？”九爷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行了，大黑，退下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”林向东松开手，把柴刀插回后腰，站直身子。林向东说：“退伍回来的，瘸叔让我来找您，说是能给个公道价，要是这价不公道，我扛着肉换一家就是。”九爷站起身，绕过八仙桌，走到麻袋跟前，他蹲下身子，伸手捏了捏那块被切开的肥膘，眼睛亮了。九爷说：“确实是好肉，这年头大家肚子里都没有水，就认这种大肥肉。”九爷满意地点点头。九爷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油花：“野猪肉平时也就4-5毛，但你这猪够肥，我给你按7毛算。”大黑，去拿秤。大黑揉着发红的手腕，狠狠瞪了林向东一眼，满脸不痛快的从角落里搬来一杆大木秤，连肉带麻袋挂上去，秤砣往前一推。大黑没好气的报了个数：78斤。九爷走回桌子后头，拨弄了几下算盘：78斤，按7毛算，54块6，我给你凑个整，55块。林向东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55块钱抵得上林场正式工人1个半月的工资了，这价格在黑市里确实算公道。林向东点头答应，说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九爷问全要钱还是要票？九爷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沓子钱和票据。林向东说50块钱，剩下5块换成全国粮票和布票，他马上要给老娘和弟弟做新棉衣，布票必不可少。九爷动作麻利地数出5张崭新的10块钱，又点了几张粮票和布票，一起推到桌面上。林向东拿起钱票，借着煤油灯的光仔细看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后，他把钱票卷好，揣进贴身的里怀兜里，还用力按了按。九爷坐回椅子上，重新端起水烟袋，说：“小兄弟，以后山里弄到好货，直接来找我。”林向东没接话，点了个头，转身往外走。出了里间，外头是一条长长的废窑洞，靠墙根蹲着不少人，跟前铺着破布或者烂麻袋，上面摆着些零碎物件。这就是黑市的散摊区，卖杂粮的，卖旧衣服的，还有卖干蘑菇的。大家都不说话，交易全靠打手势和比划。林向东紧了紧衣领，准备离开这地方。就在他路过一个角落摊位时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了，系统机械的声音直接冒了出来，说检测到高价值旧物，距离宿主3米。林向东停下脚步，他顺着系统指引的方向看过去，墙根底下蹲着个穿破棉袄的老头，老头冻得直哆嗦，双手插在袖筒里。他跟前铺着块烂麻袋，上面摆着几个豁口的瓷碗，一对脏兮兮的铜镇纸，还有一个生锈的破铜香炉。林向东眯起眼睛，视线死死盯在那个破香炉上，这玩意儿能换多少积分？他没急着走，慢悠悠溜达过去，直接蹲在老头摊位前头。林向东蹲在摊位前，没直接拿破香炉，先抓起个豁口瓷碗掂了掂，装作看碗底的印子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大爷，这破碗咋卖？”老头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，比划了2根手指头，要2块钱。林向东摇摇头，把碗扔回麻袋，
又扒拉了2下旁边脏兮兮的铜镇纸，最后手指才落在那生锈的破铜香炉上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这破铜烂铁拿回去压酸菜缸还凑合。”他连正眼都没多看香炉，老头盯着他看了看，嗓子沙哑地说：“这可是好东西，祖上传下来的。”老头说：“要是想要，连镇纸带香炉给5块钱。”林向东心里有数了，这老头压根不知道香炉的真价，全当破烂卖。林向东撇撇嘴说：“5块钱，这铜锈都快掉渣了，顶多值个废铜价。”他说：“2块钱外加2斤全国粮票，行就拿走，不行接着在这冻着。”老头一听有全国粮票，眼睛都亮了。这年头粮票比钱好使，不用油水配额也能买细粮。老头没犹豫2秒就咬牙点头说：“行，拿去吧。”林向东痛快掏出钱票递过去，老头借着点亮光仔细看完，赶紧揣进怀里。林向东捡起香炉和镇纸塞进空麻袋，起身就走。他没急着走，顺着废窑洞往深处拐进个没人的死胡同。这地方乌漆嘛黑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林向东靠在土墙上掏出香炉和镇纸，在脑子里问系统：“这俩玩意儿能换多少积分？”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清代晚期铜镇纸1对，磨得不成样子可兑换积分300；检测到明代宣德款带座铜香炉残件，有年头可兑换积分2500。林向东听得心里一激灵，这一下就进账2800积分，算上之前剩下的，手头彻底宽裕了。他马上下指令说全换了，手里的香炉和镇纸瞬间消失，系统面板上的积分嗖嗖往上涨。有分了必须大采购，家里破土坯房四面漏风，老娘和弟弟还在炕上挨冻受饿。林向东直接拉出系统商城面板先买吃的，他花200积分换了50斤大米和50斤富强粉。这年头的富强粉可是稀罕物，白的晃眼，包饺子蒸馒头绝对香。光有主食不行，他又花100积分换了10斤冻带鱼和10斤冻猪肉。带鱼在东北可是硬通货，过年凭票才能买几条。接着又花300积分换了2床8斤重的大棉被。系统很贴心，背面全弄成这年代流行的大红牡丹花布，看着就喜庆。想了想，他又花50积分换了2罐麦乳精和1大包大白兔奶糖，给老娘补身子，给弟弟解馋。看着地上凭空冒出来的一大堆物资，林向东心里总算踏实了。他刚弯腰准备装麻袋，胡同口传来咯吱咯吱踩雪的脚步声，听动静是俩人。林向东耳朵一动，立马停手，站直身子贴在墙根阴影里。胡同口探进俩脑袋，戴着破狗皮帽子，穿脏棉袄，手里还拎着半截镐把，一看就是在黑市外头晃荡的混混。一个公鸭嗓压低声音说：“哥，刚才看着那小子进这条死胡同了。”他说那小子从九爷屋里出来，肯定卖了好货，身上绝对有大钱。粗嗓门恶狠狠回了一句：“说别废话，进去堵住他。”他说敢在这片地界上吃独食，不拔他一层皮算白混。俩人一前一后摸进死胡同，林向东冷笑一声，知道这是想黑吃黑，他没躲，直接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挡在俩人面前，问找我呢。俩混混吓了一跳，粗嗓门看清只有林向东一个人，胆子又壮了。粗嗓门拿镐把指着他鼻子骂说：“小子挺横啊，废话少说。”他说把身上值钱的钱票都掏出来，哥俩放你走，不然今天这胡同出不去。林向东连废话都懒得说，他当过几年兵，天天练摔打，对付俩瘦的皮包骨的混混跟玩一样。他不退反进，猛跨一步，一记左勾拳直接砸在粗嗓门下巴上，嘎嘣一声闷响，粗嗓门哼都没哼一声，两眼一翻直挺挺往后倒，镐把也掉在雪地上。公鸭嗓吓得妈呀直叫，举起镐把就往林向东脑袋上砸。林向东身子一矮躲过木棍，右腿猛扫正中公鸭嗓膝盖弯，公鸭嗓惨叫一声扑通跪地，林向东顺势揪住他衣领，右膝盖狠狠顶在他肚子上，公鸭嗓疼得像大虾米一样蜷在地上直吐酸水。半分钟没到，俩人全趴下了。林向东走过去蹲在粗嗓门身边，伸手一摸，这俩小子兜里还挺有货。他摸出卷得皱巴巴的30多块钱，外加几张肉票和2斤布票，接着又去翻公鸭嗓的兜，掏出10几块钱和半包大前门香烟。林向东说抢到老子头上了，算你们倒霉。他把钱票和烟全揣进自己兜里，这外快赚得顺手，加上卖山货的钱，手头快有100块了，这在当时绝对算笔巨款。林向东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，没搭理地上哼唧的俩废物，转身回到死胡同深处，地上物资太多装不下，林向东干脆花10个积分换了个结实的木头爬犁和2条粗麻绳。他把大米白面棉被和肉全塞进3个大麻袋，用麻绳死死绑在爬犁上。弄好后，他拉起绳子避开黑市正门，从废窑洞后面的小路绕了出去。外头风雪停了，月亮照的雪地亮堂堂的。林向东拉着几百斤重的爬犁走在雪地里，身体底子好，浑身是劲，压得雪地嘎吱嘎吱响。走了快2钟头，终于远远看见了红旗林场家属区那片破土坯房。他喘了口白气，加快脚步，走到自家院子破木栅栏外头时却停住了。林向东放下绳子，皱起眉头，院子里有动静。他家那扇破木门半敞着，透着火光，雪地上还有一串又深又宽的杂乱脚印，直接进到了屋里。这绝对不是老娘和弟弟的脚印，大半夜的谁跑这破屋来了？林向东眼神变冷，反手从后腰抽出砍柴刀，贴着墙根一点动静没出的摸进院子。地上那脚印又宽又深，一看就是个成年汉子。破木门半敞着，风直往外灌，屋里透着火盆的红光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一脚踹开门，大步跨进去。林向东低喝一声，砍柴刀直过去，刀刃在火光下直冒寒气。火盆边蹲着的黑影吓得一哆嗦，一屁股坐倒在地，身上的破羊皮袄散开一半。林向南正死护在炕沿边，一看大哥回来，赶紧喊是魏大爷。林向东眯眼一瞅，还真是，这干瘦老头叫魏大山，林场退下来的老猎户，早年打猎伤了腿有点跛，他无儿无女，平时一个人住后山脚下破茅草屋。魏大山冻得脸发青，嘴唇直哆嗦，看着明晃晃的柴刀，结巴开口。魏大山说：“向东啊，别误会，他那破屋房顶让雪压他了，大半夜实在没地儿去，看你家门没关严实，就进来借个火盆烤缓口气。”林向南跟着说：“魏大爷进来就蹲火盆边，啥也没乱动。他看娘咳得厉害，
还把兜里剩下的半个杂面饼子掰给娘吃了。林向东看眼弟弟手里冻得梆硬的饼子，又看看炕上睡得安稳的老娘，他手腕一翻，把柴刀插回后腰。林向东说：“魏大爷对不住了，这大半夜的，他得防着点。”语气缓和下来。魏大山连连摆手，一手老茧在火光下格外显眼，说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大雪封山，谁家都不容易。”他边说边往门外瞅，这一瞅眼睛直接瞪圆了，死死盯着院子里的大木爬犁，爬犁上绑着3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。林向东不避讳，转身走出去，单手拎起一个麻袋扛进屋，砰一声扔在炕沿上，接着是第2个、第3个。魏大山看他这把子力气，眼皮直跳。林向东解开麻袋粗绳，白花花的大米、精细白面，还有那块5、6斤重的带皮大肥膘直接露了出来。魏大山倒吸一口凉气，喉结滚了好几圈，眼睛都直了。他在林场大半辈子，过年都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。魏大山问向东，他这是发横财了？声音都在颤。林向东没接茬，掏出新换的铁锅架在火盆上，切下2大块肥膘和1块瘦肉。林向东说：“魏大爷既然来了，就跟着吃口热乎的。”铁锅烧热，肥膘下锅，滋啦一声脆响，白花花的猪油熬了出来，浓烈的肉香混着焦香在屋里炸开，这却有少肉的年月，这味道简直要命。魏大山死死盯着锅里的油泡，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，赶紧拿袖子擦。林向南也直咽口水，眼巴巴看着大哥。林向东动作麻利，把瘦肉倒进去翻炒，又抓2把白菜叶扔进去，不到10分钟，猪油炒肉出锅。他又用另一个锅焖了白米饭，锅盖一掀，饭香直往鼻子里钻。魏大山实在忍不住，在破皮袄里摸索半天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递过去。魏大山说：“向东，大爷不能白吃他的，这东西是他早年在山里捡的，看着像铜的，让向东拿去换点零钱花。”林向东接过一看，是个旧烟袋锅子，刚一入手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清代黄铜烟袋锅，完整度70%，可兑换300积分，询问是否兑换。林向东心里一喜，300积分，买那一堆米面肉才花几十积分，这老头随便掏个东西就这么值钱。他面色不改，把烟袋锅子揣进兜，心里默念暂不兑换。林向东说：“行，大爷，这东西他收了。”林向东拿大粗瓷碗盛了满满1碗白米饭，盖上厚厚一层猪油炒肉，连着汤汁浇上去，递给魏大山。魏大山双手接过碗直哆嗦，顾不上烫大口往嘴里塞，米饭软糯，猪肉肥而不腻，满嘴流油，他嚼都不嚼就往下咽，差点噎着。林向东给弟弟盛了1碗，自己也端起1碗，边吃边看魏大山。1碗饭下肚，魏大山连碗底的油星子都舔干净，长舒一口气，脸上终于有了血色。魏大山说：“舒坦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饭。”拍拍肚子，看林向东的眼神变了。林向东放下碗擦擦嘴，问魏大爷：“他那破屋塌了，以后打算怎么办？”魏大山叹口气说：“能怎么办？大雪封山出不去，只能在林场找个干草垛子对付对付，听天由命呗。”林向东说：“明人不说暗话，他刚拿出的烟袋锅子不一般吧？”魏大山一愣，苦笑一声说：“向东是个明白人，那玩意儿确实是个老物件，有些年头了。”林向东身子往前探，问他手里还有这种老物件。魏大山摇头说：“没了，就这一个。”不过他压低声音四下看了看。林向东问不过什么，魏大山凑近点，声音压得极低，说他知道深山里有个地方藏着不少这种老物件。林向东眼睛一眯，问在哪？魏大山指了指后山，说就在后山深处有个枯树地窖，那是当年跑反的老财主留下的。大雪封山前他进山打猎无意中发现的，可惜那地方太深，他腿脚不好，一个人弄不出来。林向东脑子转得飞快，魏大山是老猎户，对后山地形最熟，自己有系统，有老物件就能换物资，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向导。林向东直接开口问魏大爷他们搭个伙怎么样？魏大山愣住了，问搭伙？林向东说对，搭伙。他指着炕上的麻袋说：“魏大爷带路找老物件和山货，他包魏大爷这冬天吃香喝辣，绝不让他饿着冻着，等雪化了再给他一笔钱，够他养老。”魏大山看看麻袋里的粮食和肉，又看看林向东，他一咬牙，用力一拍大腿。魏大山说：“干了，就冲这顿白米饭和炒肉，他这条老命交给向东了。”林向东嘴角一勾，站起身走到窗前。林向东转头问：“那枯树地窖里到底有什么？”魏大山摸了摸下巴胡茬，说：“那地方邪门得很，地窖门上挂着大铁锁，但他顺着门缝瞅了一眼，里面全是带铜包角的大木箱子，地上还散着不少长满绿锈的铜钱。”魏大山压低声音，两眼发直，拿手在半空画了个大圈。林向东听得心里发热，铜钱就是积分，积分就是粮食，肉和过冬的煤，这后山简直是个天然提款机。林向东说：“干就干，说大爷咱别耽搁，趁天没黑透现在就走。”他转身进屋，往炉子里添了2块无烟煤，火烧得正旺。瞎眼老娘在炕上睡得沉，弟弟林向南正抱着空碗舔底子，见他进来赶紧放下碗。林向东摸了摸弟弟的头，说：“向南把门插好，谁敲也别开，哥跟魏大爷进炕山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”林向南用力点头，说：“哥你当心点，外头雪大。”林向东拿上豁口柴刀，腰上盘了根粗麻绳，拽出院里破旧的木头爬犁。魏大山吃了顿饱饭，精神头正足，抄起木棍当拐棍，跟着就出了门。外头风刮脸生疼，零下30多度的大雪天，积雪直接没过膝盖，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后山走。魏大山带路，林向东拉爬犁跟着。大雪封山路难走，平时半小时的路硬走了1个多小时。魏大山停下，喘着粗气往前指，问向东前面那个大土包看见没？林向东看过去，一棵3人合抱粗的老枯树倒在雪地里，树根底下有个黑窟窿，被积雪和枯枝挡着。两人凑过去，林向东扒开积雪，扯掉冻硬的树枝，露出一扇发黑的厚木板门，门上挂着把巴掌大的铁锁，铁锈把锁眼都堵死了。魏大山搓着冻僵的手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找了块大石头照着锁头砸下去，石头碎了，铁锁连个印子都没留。魏大山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不行啊，
这锁锈死了，砸不开。林向东没吭声，转身挡住魏大山视线，脑子里调出系统面板，他默念搜索破拆工具，面板刷出一排物品。林向东看中一把标价50积分的高碳钢断线钳，直接点了兑换。白光一闪，一把沉甸甸的大铁剪子凭空出现在手里。林向东转身拿断线钳卡住锁环，双手猛地用力，咔嚓一声，生锈的大铁锁直接被剪成2截掉在雪地里。魏大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指着大铁剪子结巴道：“向东，你这铁家伙哪来的？这么利索？”林向东随口扯谎，说当兵时候留下的稀罕玩意儿，把断线钳塞进麻袋。他说大爷搭把手开门，两人合力拉住铁环，嘿呦一声拽开门，一股霉味夹着土腥味扑面而来，地窖里黑咕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林向东花10个积分换了个强光手电筒，一开开关，白光一下子把地窖照得通亮。魏大山吓了一跳，哎呦我的妈，你这手电咋这么亮，跟小太阳似的。林向东敷衍一句，说南方托人带的，带头顺着土台阶走下去，地窖也就10来个平方，靠墙码着3个大红木箱子，同胞脚都发绿了，地上确实散落着不少沾泥的铜钱。林向东走过去掀开第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成串的铜钱，串钱的麻绳早烂了，散成一堆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系统提示发现清代制钱一批，评估价值中等，是否全部回收？林向东心里狂喜面上不显，转头对魏大山说：“大爷，你去看看那俩箱子装的啥，我把地上的散钱拢一拢。”魏大山没多想，举着火柴凑到另外2个箱子前。林向东立刻把手按在第一个箱子上，默念回收一半，他不敢全收，得留点东西打掩护。唰的一下，箱里的铜钱少了一半，系统提示疯狂刷屏，回收乾隆通宝3000枚得2000积分，回收嘉庆通宝2000枚得1500积分，回收光绪元宝500枚得1000积分。林向东看了一眼余额，积分一下子暴涨到4500多，这在80年代的兑换列表里绝对是笔巨款。魏大山在那边喊：“向东，你快来看！”林向东快步走过去，第2个箱子里装了10几个瓷罐瓷碗，大部分碎了，只剩3个完整的青花罐子。第3个箱子里是10几张发硬的兽皮和几个木头匣子。魏大山打开一个木匣子，里面躺着根干瘪的像枯树根的东西，他激动得直搓手，说：“老山参，看这炉头起码100年往上，可惜放太久干透了，药效跑了不少。”林向东伸手摸了一把，系统提示发现极度脱水的百年野山参，可回收兑换8000积分，8000积分。林向东倒吸一口凉气，毫不犹豫把手按在木匣子上，默念回收，老山参一下子消失。魏大山揉揉眼，以为老眼昏花，问挨餐呢？林向东脸不红心不跳的扯谎，说：“大爷你看错了，那是个烂树根，我随手扔地上了。”他顺手把3个青花罐子也收进系统，又换了1500积分，现在手里捏着14000多积分，他心里彻底有了底。林向东麻利撑开麻袋，说：“大爷这地方不能久留，咱把兽皮和剩下的铜钱装麻袋赶紧撤。”两人手脚并用，把兽皮和半箱铜钱塞进麻袋，扎紧口子，费了老劲拖出地窖，绑在爬犁上。林向东刚把地窖门虚掩上，天色猛地变了，刚才还有点亮光的天空黑得像锅底，狂风平地卷起，地上的积雪漫天乱飞，打在脸上生疼。魏大山脸色煞白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坏了，起白毛风了！”白毛风是东北林区最可怕的天气，狂风卷着大雪，能见度一下子不到1米。林向东回头一看，来时的脚印被风雪彻底抹平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魏大山哆嗦着拄着木棍，声音发抖，说：“向东脚印没了，咱们迷路了。”林向东攥紧麻绳没吭声，盯着眼前的风雪，脑子里立刻调出系统面板，快速翻找工具分类，得换个机械指北针。林向东意念一动，打开系统面板，在基础工具栏里一顿翻，这冰天雪地的电池扛不住动，必须换纯机械的。叮的一声，消耗50积分，兑换6武士军用机械指北针一个，手里凭空多出个沉甸甸的铁疙瘩。林向东用棉袄袖子挡住风雪，低头看，墨绿色外壳，表盘带夜光，指针晃了2下，稳稳停住，红色那头死死指着正南方，有方向就好办了。林向东顺手又花10个积分换了2块压缩饼干，包掉包装，揣进贴身兜里捂热。林向东顶着风大吼，让大爷别慌，说他当兵那会儿学过看风向认路，让大爷跟着他就行。魏大山冻得眉毛胡子全是白霜，嘴唇发紫，拄着2根木棍直打晃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勉强点头。林向东解下一截拖爬犁的麻绳，一头死死缠在自己腰上，另一头在魏大山腰上打了个死结。林向东把指北针扣在掌心，一手攥着粗绳，说：“咱俩绑一块，谁也丢不了，让大爷踩着他的脚印走。”说完，他弓着腰，顶着风雪，迈开腿，雪太深，直接没过膝盖，每走一步都极其费力，身后还拖着几百斤的爬犁，勒得他肩膀棉袄都陷了进去。两人就在白茫茫的雪海里艰难挪动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魏大山呼吸越来越重，脚下一软，直接跪在雪窝子里喘粗气。魏大山说：“向东不行了，他走不动了，让向东把绳子解开，自己走吧。”林向东回头瞪他一眼，几步跨过去，把他从雪地里薅起来，掏出捂热的压缩饼干硬塞进他嘴里，让他嚼碎了咽下去，别吐。魏大山下意识嚼了2口咽下肚，胃里慢慢泛起一丝热气。林向东故意激他说：“大爷，咱爷俩今天要是撂在这儿，那半箱子铜钱可就便宜别人了。”魏大山一听铜钱，浑身一激灵，咬牙又站直了。林向东看指北针，确认方向没偏，继续开路。风雪太大，能见度极低，他全凭指北针认路，死死咬住正南方向往红旗林场摸，又往前挪了10几分钟，地势开始往下走。林向东心里一紧，刚想提醒魏大山慢点，脚下一滑，雪面下头竟是个暗沟，身后的魏大山发出一声惨叫。林向东回头一看，魏大山已经大头朝下栽了下去，连带着爬犁也失控往沟里滑，几百斤的重量带着活人往下坠，腰上的麻绳瞬间绷直，一股巨力猛地把林向东往沟里拖。林向东骂了一句，当兵练出的反应速度瞬间爆发，
他顺着力道往前扑倒，双脚死死蹬住沟边凸起的冻土疙瘩，双手死命抠住旁边的树根，麻绳勒进林向东的棉袄，他整个人被拉得悬在半空，大半个身子探出暗沟，底下黑不隆咚全是积雪和烂树枝。魏大山挂在半空吓得哇哇乱叫，双手扒着沟壁上的雪使不上力。林向东额头青筋暴起，脸憋得通红，腰部猛地发力，硬生生顶住下坠的势头，大吼让大爷抓紧绳子。他双手交替着往回倒绳子，咬着后槽牙，手臂肌肉绷得死紧，1寸2寸。林向东硬是用蛮力，一点点把魏大山从暗沟里往上拔。眼看魏大山的脑袋露出沟沿，林向东猛地松开树根，一把薅住魏大山的后衣领，用力往后一甩。魏大山在空中翻了个圈，砸在雪地上。林向东顺势往后一滚，瘫在地上大口喘气，爬犁还卡在暗沟边缘摇摇欲坠。林向东根本不歇气，爬起来踩住牵引绳，连拉带拽把几百斤的爬犁硬生生拖回平地。魏大山趴在雪地上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说向东啊，他这条老命算是交代给向东了。林向东拍掉身上的雪，低头看指北针，重新校准方向，一抬头发现正前方几百米外有个黑乎乎的轮廓，看着像个房子。林向东眼睛一亮，一把将魏大山拽起来，说大爷起来，前面有地印子。两人互相搀扶着，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往黑影方向挪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个废弃地印子，烂木门虚掩着。林向东一脚踹开破门，先把魏大山推进去，回身把爬犁硬拖进屋，反手用粗木棍把门顶死。门一关，风雪声被隔绝大半，屋里黑漆漆的，一股发霉的土腥味。林向东摸黑走到角落，脚尖踢到一个生锈的铁炉子，让大爷靠墙坐着别动。他背对魏大山打开系统，兑换2块引火煤，10斤无烟煤，积分扣除，煤块直接出现在脚边。林向东掏火柴点火，引火煤见火就着，没一会儿铁炉子就窜起火苗，无烟煤加进去，炉子外壳很快烧得通红，屋里温度直线上升。魏大山靠在墙角，冻僵的身体慢慢缓过劲来，长长吐出一口白气。魏大山看着火光一脸后怕，说向东，今天要是没他这把老骨头就真喂狼了。林向东边说边解开麻袋检查兽皮和铜钱，东西一样没少。两人围着炉子烤火，外头的白毛风刮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停了。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，林向东站起身活动酸痛的肩膀，说大爷风停了，咱们得赶紧回林场。魏大山跟着站起来，腿虽打哆嗦，但好歹能走路了。林向东推开破门，外头一片雪白，刺的眼睛疼。他掏出指北针确认方向，拉起爬犁准备出发。刚走出没多远，林向东停住脚步，竖起耳朵，没有风声的雪地安静的吓人，空气中隐隐飘来一股浓烈的柴油味。魏大山在后头问向东怎么不走了，林向东没说话，顺着柴油味看过去，前方雪包后面露出半截绿色铁皮车厢，是红麒麟厂运木头的东方红拖拉机。平时这铁疙瘩一发动，隔着2里地都能听见响，现在却一动不动，趴在雪堆里。林向东把绳子递给魏大山，说大爷在这儿看着东西，他过去瞅瞅。他踩着积雪走近一看，拖拉机引擎盖大敞着，零件上全是冰碴子，驾驶室门开着一半，里头空无一人。林向东伸手摸了一把发动机外壳，冰凉刺骨，这台拖拉机早抛锚了。林向东摸着冰凉的铁盖子，心里一惊，这台东方红拖拉机可是林场的命根子。他绕车一圈，掀开被风吹得直线的破帆布，往车斗里看，底下堆满了麻袋，捏着硬邦邦的，全是苞米面，旁边还有几10颗冻硬的白菜，这可是林场过冬的口粮。驾驶室门半开着，人却没影了，荒山野岭的能去哪？林向东低头找，拖拉机旁有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，一路通向不远处的松树林。林向东冲魏大山喊了声，让他看着爬犁，自己顺着脚印过去瞅瞅。喊完拔腿就往林子里跑，没出100米，就看见雪窝里趴着个穿破军大衣的人。林向东赶紧扑过去把人翻过来，这人脸都冻死了，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，进气多出气少。林向东一眼认出这是林场司机张大栓。林向东用力拍他的脸，喊大栓哥醒醒。张大栓没反应。林向东背过身假装掏东西，意识联通系统花5个积分换了个军用水壶，里面装满滚烫的红糖浆水。他拧开盖子，掰开张大栓的嘴，灌了2口热糖水下肚。张大栓猛地咳嗽起来，眼睛总算睁开一条缝。张大栓声音直抖，牙齿磕的只想问向东咋是你啊？林向东边问边把他从雪窝里架起来，问车咋趴窝了？他咋跑这儿来了？张大栓一听，眼泪鼻涕全下来了，在脸上直接结成冰。张大栓说完了，全完了，车坏了，油泵里头的铁柱子断了，带动的齿轮也崩了。他想走回林场叫人来拉粮食，可雪太深，走了一半实在走不动，一头栽这就起不来了。魏大山拖着爬犁赶过来，一听这话急得直拍大腿，声音都变调了，喊哎呦我的老天爷！魏大山说那车上拉的可是咱林场几10号人的救命粮啊，这大雪封山的，车要是开不回去，大家伙不得饿死在这深山老林里。林向东没接话，把张大栓扶到爬犁上坐稳，拿破被子给他裹紧。林向东说大栓哥你先暖和着，我去看看车。他大步走回拖拉机前，探头往发动机里看，张大栓没说错，油泵外盖卡得死死的。林向东掏出改锥用力撬开外壳，一股柴油味扑面而来，里面的零件惨不忍睹，手指粗的铁柱子断成2截，巴掌大的齿轮崩了3个齿，铁渣卡在缝隙里，机器彻底卡死。在80年代这绝对是要命的大修活，就算拖回林场，没个10天半月去县里买新配件，这车就是一堆废铁。张大栓坐在爬犁上绝望直摇头说向东别看了没救了，咱林场修理铺那点破烂工具根本修不了这个，这下真得等死了。林向东没出声，伸手探进满是冰碴和机油的缝隙，用力把废旧齿轮和断裂铁柱子抠下来，死死攥在手里。
里，脑子里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提示检测到废旧工业金属零件报废，是否进行回收置换？林向东心里默念换，系统提示回收成功，获得积分50点，加上之前换的积分，扣掉花销，他手里还有400多积分。林向东意识钻进系统商城，搜索东方红拖拉机适配高压油泵、总成和传动齿轮，屏幕弹出一排符合80年代工艺标准的零件，他挑了套最基础的配件，点击兑换，系统提示扣除积分300点，兑换成功。林向东喊了一嗓子，让大栓哥和大爷背过身去挡挡风，说自己翻包里有没有能凑合用的东西，假装解开破帆布包。趁两人转身，他手里一沉，一个带着机油味的高压油泵总成和黑乎乎的齿轮凭空出现。系统很贴心，把零件做旧了，看着像放了好几年的备用件。林向东扔下包，抄起扳手直接开干，零下30度铁扳手冰得沾手皮，他顾不上这些，手脚麻利拆下坏底座，换上新件，拧螺丝对齿轮接油管，动作极快，不到20分钟，他重重扣上发动机盖子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林向东冲爬里喊问大栓哥摇把子在哪？张大栓愣住了，结把倒在驾驶室座底下，问向东干啥？那车修不好的别费劲了。林向东没理他，钻进驾驶室抽出铁摇把子，他走到车头，把摇把子插进孔里卡死，双手死死握紧，腰部发力狠狠往下摇，吭哧吭哧，连摇了10几下，发动机里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，突突突突突突，东方红拖拉机猛地抖动起来，发动机震天响，冒着平稳的白烟运转起来。张大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连滚带爬扑过来，摸着震动的车头盖，手直哆嗦喊神了。张大栓喊我的亲娘，爱问向东你咋弄出动静的？你哪来的零件啊？魏大山也激动得直抹眼泪，一瘸一拐跑过来拍林向东后背。魏大山说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这下大伙有救了。林向东拿衣袖擦了把汗，把满是机油的手在裤腿上蹭了蹭，随口扯谎。林向东说以前在部队修车班跟老班长学过2手，包里正好揣着几个别人不要的旧零件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给凑合安上了。别废话了，天快黑了，赶紧上车回林场。张大栓顾不上细问，连连点头说对对对，回林场回林场。三人七手八脚把爬犁绑在车斗后挤进驾驶室，张大栓挂档踩油门，拖拉机撵着积雪轰隆隆往红旗林场开去。天刚黑，拖拉机开进林场大院，听到熟悉的突突声，林场厂长王保国带着工人打着手电筒冲出来，看到粮食完好，张大栓也活着，王保国激动的眼眶通红，蒲善大的巴掌狠狠拍在林向东肩膀上，喊向东立大功了。王保国说你救了咱们全场人的命啊。林向东说厂长这车虽然能开，但里头磨损太厉害，今天只是凑合对付了一下，还得大修。林向东跳下车指着发动机，王保国大手一挥说修，马上修，直接开进修理车间，缺啥少啥你说话。林向东重新上车，把拖拉机开进后院破旧的大修理车间，车间大门哐当关上，挡住风雪。林向东拉开墙上开关，昏黄的白炽灯闪了2下亮了，宽敞的车间里靠墙堆满报废的伐木油具、生锈废铁皮、散架旧推车和早不转的旧电机，像一座座小铁山。就在这瞬间，林向东脑子里叮叮叮的声音像爆豆一样疯狂响起来。宽敞的车间靠墙堆满报废油具、废铁皮、旧推车和不转的旧电机。这会林向东脑子里叮叮叮响个不停。系统提示发现报废3项异部电机1台，可兑换300积分。系统提示发现断裂油具链条50根，可兑换120积分。系统提示发现生锈拖拉机履带2节，可兑换200积分。林向东心跳加快，这破烂堆简直是个大宝库。他装作检查环境，走到墙角，专挑压在最底下，烂的只剩铁壳子的旧电机和废轴承下手。这些破烂少了几件也没人能看出来。他手掌贴着一块满是机油垢的废铁疙瘩，默念兑换，几十斤重的废铁凭空消失。系统提示兑换成功，获得150积分。他顺着墙角摸了一圈，专挑底下的破烂换，不到10分钟，积分直接窜到4800点。有了底气，林向东打开系统商城，拖拉机变速箱齿轮早打秃了，靠车间里的破烂根本修不好。他搜索东方红拖拉机配件，系统显示高强度变速箱齿轮组800积分，系统显示重型传动轴承4个400积分，系统显示耐低温防冻高级机油1桶300积分。林向东花了2000积分把大件全买齐，白光一闪，角落废轮胎后多出一个沾满油污的破麻袋，打开一看，崭新的齿轮和轴承亮的晃眼，机油装在没标志的铁皮桶里。他抓起废机油往新零件上胡乱抹了一通，弄脏点看着像旧件，免得惹人怀疑。他脱了棉袄，只穿旧线衣，抄起扳手铁锤钻进车底，当当当的敲击声响起。他动作麻利的卸螺丝、拆底盘，把报废的变速箱外壳整个卸下，里头全是碎铁渣，齿轮光秃秃的。刚要装新齿轮，车间大铁门哐当被人推开，冷风灌进来。林向东从车底钻出，擦了擦手。进来的是厂长王保国，后头跟着个裹破羊皮大衣、满脸通红的老头。这老头叫孙大头，是林场唯一的技术员。下午车坏时他喝多了叫不醒，这会儿酒醒听说车被开回来，一脸不服的跟了过来。孙大头一进门看见被拆碎的底盘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孙大头冲过来指着地上的零件，扯着嗓子喊：林向东，谁让你乱拆的？这可是咱们林场唯一的大件，变速箱都让你拆成碎块了，你装得回去吗？王保国赶紧打圆场说：老孙你别急，向东当兵在汽车连待过，懂点修理，今天车也是他想办法开回来的。孙大头双手插袖筒里冷笑说：开回来顶个屁用，齿轮全打碎了，这车彻底废了，库房没备用件，去县里申请最快也得半个月。他林向东就是把天王老子请下来，今天也修不好这车。林向东没搭理他的嘲讽，指着墙角的破麻袋说：孙叔，零件我有。孙大头愣了一下，笑得更大声说：你有？你一个临时工从哪弄东方红的配件？当大马路上的石头随便捡呢？林向东把麻袋拎过来往地上一倒，哗啦一声，几个沾着黑油弹钢口及厚实的齿轮和轴承滚出来。孙大头的笑声直接卡在嗓子眼，他瞪大眼睛蹲下抓起一个齿轮，用力蹭掉黑油，借着灯光，齿轮露出精密的咬合面和泛着蓝光的钢材。孙大头声音都在抖，拿着齿轮翻来翻去看，活见鬼似的问：这绝对不是县机械厂那种粗糙活，这做工这分量你从哪弄来的？林向东张嘴就来，
说当兵时一个重型机械厂战友给的残次品，我看着分量足，顺手带回来了，一直扔床底吃灰，今天刚好用上。孙大头半信半疑，把齿轮往地上一扔，嘴硬到有好零件也不顶用，装配是个细活，差1毫米都跑不起来，我就站在这看你怎么收拾这烂摊子。林向东懒得废话，拿起大号扳手说：“厂长，孙叔，你们往后退，我要焊个支架。”他拿起老式电焊机，加上焊条，戴上防护面罩，底盘有个固定支架裂了，得先焊死才能装变速箱。他打着火，焊条往铁板上一点，滋啦一声，刺眼的蓝白弧光照亮车间，橘红色的火花往外溅，打在帆布裤腿上，又弹落到水泥地。林向东手极稳，焊条顺着裂缝一路往下走，动作痛快，一点没停。孙大头站在2步外，看着那平滑均匀的焊缝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鹅蛋。他干了大半辈子修理，也焊不出这么漂亮的鱼鳞纹。焊完支架，林向东开始装配齿轮。他把沉重的齿轮组托起来，对准传动轴用力一推，咔嗒一声脆响，扣得死死的，一点缝都没有。孙大头还等着看笑话，结果人家没2下连敲带砸，不到半个钟头就把变速箱重新组装好了。最后林向东拎起铁皮桶，把高级防冻机油全倒进发动机。林向东直起腰擦了一把脸上的黑灰，说：“行了。”孙大头一脸不信问：“这就行了？别瞎糊弄，螺丝拧紧没有？”林向东没说话，走到车头，把粗大的摇把子插进启动孔，他扎稳马步，握紧摇把子，猛地往下压，用力摇起来，吭哧吭哧吭哧，摇把子转得飞快。林向东大吼一声，猛地拔出摇把子，轰的一声，拖拉机喷出一股黑烟，突突突突突的响起来，紧接着发动机发出一阵极其平稳有力的轰鸣声，整个车间被引擎声震得嗡嗡响，没半点杂音。孙大头彻底傻眼，他扑到发动机边，把耳朵贴近外客厅，听了1分钟，他一拍大腿，激动的脸上的肉都在抖。孙大头说神了，这声音听着比刚买回来那阵还要顺溜。孙大头看着林向东的眼神全变了，哪还有刚才的看不起。孙大头说：“向东，你这手艺绝了。”王保国听着欢快的轰鸣声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大步走过来，一巴掌拍在林向东肩膀上。王保国说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。”王保国眼睛发亮，说：“让你在林场当临时工真屈才了。”王保国说：“向东，明早来我办公室一趟，后山承包那档子事，我有个大活交给你。”第2天一早雪停了，林向东裹紧棉袄往林场办公楼走，刚进厂区大院，烧锅炉的老赵就扔下铁锹颠颠的跑过来。老赵平时连正眼都不看他这临时工，今天隔老远就咧着嘴笑。老赵问向东兄弟：“吃早饭没？”老赵掏出包皱巴巴的大前门，抽根烟塞进他手里。老赵说：“昨晚车间那事我都听说了，你修车手艺绝了，连孙大头都服了软，以后林场谁还敢看不起你？”林向东把烟夹在耳朵上，笑了笑没吭声。往前没走几步，巨幕车间的李二愣子和车队几个司机全围上来，递烟的递烟，塞冻梨的塞冻梨，一口一个东哥叫的震天响。一夜之间，他成了林场大红人。林向东摆手打发了他们，径直上2楼，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。屋里生着铁炉子，王保国正抽烟，见他进来赶紧起身，亲自拿搪瓷缸子倒了杯热水。王保国说：“向东坐。”王保国把缸子推过去，开门见山。王保国说：“昨晚说了有个大活交给你，林场后山那500亩老林子，上面下文件让清理，里头枯死的松树桦树得全砍了运出来，顺带着山上的松子、榛子、野山参，谁承包就归谁。”林向东喝了口热水，后山可是个宝库，烂在雪地里的老旧伐木工具、破铜烂铁，拿给系统回收就是大笔积分，更别提能换钱的山货了。林向东放下缸子问王厂长：“直说吧，承包费多少？”王保国竖起巴掌说：“500块，交齐500块，后山今年冬天就归你折腾。”砍下来的枯木拉镇上卖柴火，林场一分不抽。林向东刚要开口，门咣当一声被踹开，保卫科副科长刘大牙大摇大摆走进来，他长着2颗大板牙，平时在林场横行霸道，连王保国都得让3分。刘大牙说：“王厂长，这后山的肥肉怎么能随便扔给一个临时工？”刘大牙咧嘴假笑，掏出一沓大团结，啪的拍在桌上。刘大牙斜眼打量林向东，鼻孔哼出冷气说：“500块钱我带来了，后山我包了，砍树的人手，拉木头的拖拉机我都联系好了。向东啊，你修车是把好手，但承包林子得要真金白银，你家那漏风破屋子连锅都揭不开了吧？拿啥交承包费？”王保国皱起眉，盯着桌上的钱没吭声。林场确实缺钱，谁拿出现金谁占理。刘大牙见状更得意了，凑到林向东跟前，喷着烟臭味说：“兄弟，听哥一句劝，老老实实在车间修破车，后山那地方水深，你这穷光蛋把握不住。”林向东靠在椅背上，看他那副嚣张样也不生气。昨晚他在老娘床底翻出个生锈铜香炉，转手扔给置换系统换了1200积分，早兑换了林场最缺的东西。林向东站起身拍掉裤腿的血水说：“王厂长，500块钱确实不少，但我问你一句，大雪封山，林场车队10几台拖拉机全趴窝了，拉不出木头，交不上任务，上面怪罪下来，这500块钱能顶个屁用？”这话一下戳到痛处，王保国脸上的肉抽了2下。刘大牙瞪眼骂道：“你放屁，雪下这么大，神仙来了车也开不动，你提这个干啥？”林向东没搭理他，走到门外拎进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，他双手抓着麻袋底，用力往上一提，哗啦一声咣当，一堆沉甸甸的金属疙瘩砸在水泥地上，撞得直响。王保国和刘大牙吓了一跳，同时低头，地上躺着5副大拇指粗的锰钢链条，旁边还有5个印着洋码子的白塑料大桶。刘大牙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问这是啥玩意？林向东踢了踢铁链子说：“加厚锰钢防滑链，外加5桶特制防冻液，把这链子绑轮胎上，防冻液加进水箱，别说半米深的雪，就是冰面子，车队照样能拉着木头满山跑。”王保国眼睛瞪得溜圆，他
他懂行，赶紧蹲下抓起防滑链仔细摸，钢口硬是做工精细，根本不是镇上铁匠铺能打的。他又拧开塑料桶闻了闻，激动得手直抖。王保国猛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说：“向东，这玩意你从哪弄来的？供销社根本买不到啊！”林向东随口扯个谎，说：“这你别管，当兵时认识几个跑长途的兄弟，托他们弄的。”林向东指着地上说：“王厂长，这5副防滑链和5桶防冻液全送林场，外加我保证车队冬天不停运，哪台坏了我免费修。这条件够不够抵500块承包费？”王保国一拍大腿大喊：“够，太够了！有这些东西，林场今年冬天任务稳拿第一。”刘大牙急了，一把抓起桌上的钱说：“王厂长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可是带了现金来的。”王保国看都不看他，说：“你那点钱留着买酒喝吧。”翻出红头合同，刷刷写上林向东的名字，盖上大红公章。王保国说：“向东，从今天起，后山归你了。”王保国递过合同，又摘下一大串生锈钥匙塞给他。王保国说：“这是后山仓库和几间木板房的钥匙，你想怎么干放手去干。”刘大牙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指着林向东想骂街，但看着王保国要吃人的眼神，只能把钱揣回兜里，朝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，摔门走了。林向东把合同和钥匙揣进内衣兜，走出办公楼，冷风吹脸像刀割。他摸着怀里硬邦邦的合同，盯着后山方向。后山拿下了，满山枯树废铁全能换积分，下一步就该弄几台重型卡车拉起自己的车队。林向东紧了紧大衣领子，大步朝家走去。推开家门，屋里炉子烧得正旺，老娘坐在炕头那鞋底，脸色红扑扑的，早没了之前咳得喘不上气的样。林向南正趴桌上啃白馒头，见林向东进门，赶紧跳起来。林向东说：“别吃了，穿上大衣，叫上瘸叔，跟我上后山。”林向东抓起炕头的狗皮帽子扣头上，两眼冒光。林向南不多问，3两口把馒头塞嘴里，套上棉袄往外跑。没一会儿，瘸叔裹着后军大衣，深一脚浅一脚跟着来了。3人顶着风雪爬上后山，这地方平时没人来，雪快半人高。林向东走到破仓库门前，掏出生锈钥匙找了把最大的，插进锁眼，使劲一拧，咔嗒一声，大铁锁开了。他双手用力推开2扇大木门，一股机油混着铁锈味冲出来。林向南和瘸叔探头往里一瞅，全倒吸一口气，这哪是仓库，简直是废品山！生锈的拖拉机履带，断成2截的锯片，报废的油具，还有几个剩空壳的卡车车厢，乱糟糟堆得像小山。林向南挠头不懂，问林向东要这些破铜烂铁干啥？林向东嘴角一咧说：“这可都是宝贝。”大步跨进仓库，林向东让2人去外面守着，不叫他们谁也别进。2人乖乖退出去，带上门。仓库里黑咕隆咚，林向东走到废旧履带前，伸手摸上去，脑子里叮的一声，发现废旧钢铁一吨，是否置换？林向东心里默念换，一眨眼，面前像小山一样的废旧履带凭空没了，置换成功，获得500积分。林向东乐坏了，这简直是捡钱。他在仓库里撒欢转悠，摸一把报废油具，丁，获得50积分；踹一脚破损车架，丁，获得300积分。不到半个钟头，大半仓库的废铜烂铁全被他摸干净。再看系统面板，积分飙到整整5万。有了这5万积分，林向东底气足了。他走到一辆只剩底盘和驾驶室的破解放卡车前，伸手拍拍车门。林向东说：“系统，打开兑换商城，给我找重型卡车的零件。”系统面板刷得亮起，整车不能换，但零件管够。兑换全新大马力柴油发动机1台，扣除3000积分；兑换加厚防滑重载轮胎10条，扣除1000积分；兑换全套传动轴、变速箱、刹车总成，扣除2000积分。积分刷刷往下掉，空荡荡的仓库地上凭空多出一大堆崭新亮堂的汽车零件。那台柴油发动机亮闪闪的，一看就带劲。林向东冲门外喊了一声：“向南，瘸叔，进来干活。”2人推门进来，看着满地新零件，眼珠子快瞪掉地上。瘸叔结巴着问向东：“这是从哪变出来的？”林向东把袖子一撸，说：“别多问，保密。”林向东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就在这仓库里吃住，半个月内我要把这台车拼起来。”接下来的半个月，后山仓库成天叮当乱响。林向东是退伍汽车兵，闭着眼都能把卡车拆了重装。他指挥林向南和瘸叔打下手，硬生生把新零件一点点装进破卡车底盘里。为了怕人发现，林向东特意留着破外壳，只把里头核心部件全换成系统出品的顶尖货。这天夜里雪下的大，北风呼嚎像狼叫。仓库里，林向东拧紧最后一颗螺丝，他直起腰拿毛巾擦了把汗，看着眼前这大家伙，满意的拍拍引擎盖。林向南冻得直搓手，两眼放光，问这车真能开？林向东说能不能开，试试就知道。他刚要拉车门，耳朵一动，风雪声里夹着极轻的踩雪声，嘎吱嘎吱，正冲仓库大门来。林向东脸色一沉，一把拉住要说话的林向南，竖起指头放嘴边。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根1米多长的实心大扳手，贴着墙根摸到大门后头。门外头，刘大牙冻得鼻涕直流，他身后跟着3个二流子，手里拎着铁棍，还有个人怀里抱着装满汽油的玻璃瓶。一个二流子有点哆嗦，问牙哥：“咱真烧啊？这可是林场财产。”刘大牙恶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说：“怕个屁！”刘大牙说：“林向东那小兔崽子断了老子的财路，让他承包后山，老子今天一把火把这破仓库点了，看他拿什么交差。到时候我去保卫科一举报，就说他搞破坏，让他直接进去蹲几年。”刘大牙越想越恨，摸出火柴，刺啦一声划着。他说：“把汽油倒门上。”抱瓶子的二流子刚往前迈一步，还没拔开瓶塞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仓库2扇大木门被人从里头一脚踹得碎成好几块，木头茬子夹着雪花迎头砸出来。刘大牙吓得手一哆嗦，火柴掉雪窝里刺啦灭了。没等他反应，仓库里头亮起2道刺眼光柱，2盏崭新的大功率车灯劈开黑夜，直直晃在刘大牙4人脸上。4个混混被强光晃得眼前白花花一片，哎呦卧槽瞎了，捂着眼往后退。
紧接着一阵阵的耳朵嗡嗡响的引擎轰鸣声在仓库炸开，声音沉闷有力，震得地上鸡血跟着直跳。林向东拎着大扳手从强光里走出来，林向东声音冷得像冰碴子，说：“刘大牙，我等你半天了。”刘大牙勉强睁开一条缝，看清是林向东，心里一慌，但仗着人多，扯着嗓子喊：“给我干他，往死里打！”三个二流子举着铁棍冲上去，林向东冷笑一声，不退反进。他迎着冲在最前面的黄毛，猛低头躲过砸下来的铁棍，手里的实心扳手自下而上狠狠一撩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扳手重重砸在黄毛下巴上，黄毛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双脚离地飞起半米高，重重摔在雪地里，直接翻白眼。另外俩二流子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腿肚子直转筋。林向东根本不给他们喘息机会，右腿猛蹬的整个人窜出去，他一脚踹第二个人肚子上，那人惨叫一声，倒飞出去撞树干上，抱肚子缩成一团。最后那个抱汽油瓶的吓破胆，扔下瓶子转身跑。林向东手里的扳手脱手而出，带着风声砸中那人小腿，咔嚓一声，那人扑通栽倒在地，抱腿杀猪般嚎叫。不到半分钟，三个帮手全躺下。刘大牙傻眼了，他知道林向东是退伍兵，没想到这么能打。他两腿一软，转身想往山下跑。林向东几步追上去，一把薅住刘大牙后衣领，把他拎回来，狠狠往雪地里一摔。刘大牙摔了个狗啃泥，啃了一嘴冰渣子，刚想爬起来，一只大脚重重踩在他后背上，踩得他肋骨生疼，喘不上气。林向东脚下用力，冷冷看着脚底下的人说：“烧我的仓库，还想让我进去蹲几年？”刘大牙吓得裤裆湿了，一股尿骚味在雪地散开，哭着说：“向东东哥，我错了，我猪油蒙了心，你饶了我这回。”林向东头也不回，喊向南拿绳子来。林向南早拿麻绳跑过来，几下子把刘大牙绑结实。林向东拍拍手上的灰，说：“把这几个孙子全绑了，连夜送保卫科。汽油瓶带上当证据，够他们进去蹲个10年8年了。”这一夜红旗林场保卫科可热闹了，刘大牙几个人被押进去再没出来，没了刘大牙捣乱，林向东日子彻底顺了。他用系统零件和后山废旧底盘，1个月硬组装出3辆大马力重卡。冰雪化了，春天来了，红旗林场大门口3辆重卡一字排开，车头绑着大红花，外壳虽破，但发动机声音听着比新车还猛。老娘穿新棉袄，站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。瘸叔换了新衣服，拿记账本，腰杆挺得笔直，他现在是车队后勤大总管。林向南坐第2辆车驾驶室里，兴奋地直按喇叭。林向东穿一身笔挺军绿大衣，拉开头车门，利索跳进驾驶室。他摇下车窗，大手一挥，林向东说了声出发。3辆重卡同时发出一声怒吼，排气管喷出黑烟，巨大车轮碾过泥泞土路，轰隆隆驶出林场大门，扬起一路烟尘朝山外开去。